哎嘿，嘿，你看看这个，你看这，啊，骑马嘛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嘿嘿嘿，爸爸，爸爸，我想吃冰糖葫芦。冰糖葫芦，好。不好意思啊，谭小姐，昨天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们正好接到子涵的消息。朱小姐，请问一下，去年你是不是也坐过钻石星辰号邮轮呢？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我和妍妍就是在那艘船上认识的。嗯。你也在那艘船上啊？啊，对啊。你们还记得船上发生的事情吗？当然记得啊。我就是在上船的第2天遇到妍妍的，然后怎么回事啊？我应该记得呀。明明船上的记忆很清晰，为什么回忆起来脑子是空的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？船上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我也很想知道船上发生了什么，可惜我跟你们一样，作为乘客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你们但凡想起什么来了，随时跟我联系。好。船上的鸟你有没有印象啊？没有。看来上过那艘船的人记忆都消失了，他们也不例外。所以，关于我记忆的线索全部都断了。那也正好证明这艘船有问题啊。但是既然有问题，就可以解决吗？我就不跟你进去了。那好吧。最近多谢你了。今天早饭很好吃。我还多做了些，放在冰箱里。你饿了再拿出来热一下。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。你也是啊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平时在家里不想做饭的话，随时来我们家店里吃啊。一定。那我先进去了。沉默相对未来在闪回，只是未能够找到你。生活的语言夹等待机会，屋檐下徘徊，也尝过心动的滋味。我还以为某人不回来了呢，意志够坚定的啊。我能找的都找过了，都在这里。继续找。可咱们都查了这么久都没结果，要不然没有可是。我想说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万一要是查不出来，你不能被这件事拖累一辈子吧？我不会放弃的。货币无字环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什么结构来着？我是不是可以发个信息问问5月？
我怎么能问这么白痴的问题啊？这显得也太刻意了。可是现在也没有黑鸟了呀。配番茄酱，味道更好。好香啊！什么嘛，根本就拧不开。我拧不开瓶盖，总可以让吴宇过来帮拧了吧？你看啊，女孩子拧不开瓶盖，叫男孩子来拧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他进来就跟他说：“吴宇，我拧不开瓶盖了，你帮我拧一下好不好？你看我的手都拧聋了。”哎呦，记住啊！你纵横言情文学这么多年，现在怎么这么不矜持啊？不行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主动找他。小华啊，哎，我那个来，我来修个我洗个车。你不刚刚洗过车吗？你看，这不又脏了吗？洗完了啊，不收你钱了。嗯。他没在宿舍。我又不是来找他的。他今天也没来上班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我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还想让你帮我找找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和吴玉是初中同学，他们家发生事儿，你知道吧？你是说吴淼的事情啊？实在太惨了，都快1年了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他实在不甘心才来的大理。警方说，凶手的车上有一个配件是这边厂子的配货，所以他才追过来，想碰碰运气。那现在呢？找到了吗？只联系上经销商，但他们说那批配件因为质量问题，还没发货就被统一销毁了。我小的时候也喜欢一个人坐在这儿。坐在这儿干什么？坐在这里发呆呀，看着平静的湖面，就会觉得自己的内心也变得平静起来，仿佛这个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就没办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这件事情，我也很难过。可是你不能一直这样折磨自己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从游轮上下来，视力变得很强，10公里之内，无论远近我都看得很清楚。但这点对于我来说，更像是诅咒，因为
第一个发现妙妙的人就是我，而我却无法在视线范围内找到杀了害她的凶手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无能，毫无用处。壮鱼曾经跟我说过一个理论，他说这个世上存在很多个平行宇宙。你说这些平行宇宙里面，会不会有很多个平行的我们呢？就比如说，这个宇宙里我们认识，另外一个宇宙里面我们就是陌生人。你再比如，这个宇宙里面我是小说作者，在另外一个宇宙我就是一个扛枪打野的战士。你说为什么会有平行宇宙呢？量子的不确定性吧。我也不太懂得这些，但是我相信，在宇宙的深处，都会有另外一个自己，正在幸福着，而这些幸福，是可以通过跨越宇宙去感受到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的感到开心，是一样的。我们失去的人，我们错过的事情，在另外一个世界上，一定会有很多可能性和圆满的结局。这些，才是平行宇宙应该存在的意义。怎么，你不相信啊？这个不是我平时思考的方式。那你试试吧。闭上眼睛，像我这样闭上眼睛，去感受一下另外一个宇宙的你，那个幸福的你，会对现在的你说些什么？谢谢你。那你想怎么谢我啊？下次我带你去看烟花。说好了，来go。陈队，我刚才听医院打电话，朱博言好像失血过多，来不及抢救死了。死了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还车啊。啊。那个朱博言死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是很闲的话，上楼把这个事儿给丁队汇报一下。我刚要去找丁队。赵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案子还没有彻底的结案，所以具体的细节真的不方便透露太多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知道你是按程序办事，但是好说我也是个写推理小说的，你也让我为社会和谐出一份力嘛。这个就是朱博言啊。赵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具体的细节真的不方便透露太多。哎，你是个复读机吗？等会儿，
你没有发现这个朱伯言长得跟朱家其他人不一样啊？根据你们的报告呢，说这个朱伯言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但解剖结果显示，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。您确定这个朱伯言没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？完全可以确定。是沈诗燕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沈诗燕。好。是不是被抓的根本就不是朱伯言？DNA 配对结果出来了，那个人真名叫徐子峰，是20多年前失踪的另外一个孩子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在仓库，一群怪鸟袭来，但是严远和朱继伟恰巧没事。船上的鸟你有没有印象？没有。当时我问过他们在船上有没有见过鸟。船上会有各式各样的鸟，一般人就算不知道也会具体问一下，而他们想都没有想，直接说没有。他们的也是。他们去过钻石星辰号，而那个船上也出现过那些鸟。严远可能才是真正的朱伯言，所以徐子峰和严远应该是互相认识。那天明显是在替朱伯言讨回公道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，有没有人呐？快来救命啊！救救我呀！哎，救命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严远，快帮我！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吗？朱春生，你竟然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住！你知道被你抛弃以后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吗？我被人贩子带走，每天都要上街偷东西，偷不到就挨打。你猜下那会儿，我最期待的是什么？我期待我早点病死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痊愈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们说你活不久了，我是害怕亲眼看到你死去，才把你留在那儿的。可是。我第二天回去的时候，你就不见了。难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个死人吗？我以为我痊愈，你就不会不要我。可你还记得这里吗？我好不容易从人贩子手上逃了出来，就逃到了这个公园。我天天等，终于有一天，我等到了你。爸，放手！爸，哎呀，爸！爸爸，我是伯言呀。你当时已经认出我了，只是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又选择抛弃我？一开始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要我，直到我看了新闻，
你已经改头换面，攀上了富商，当了上门女婿，甚至连名字都改了。怪不得你认不出我。不是那样，不是那样的。知道你不见之后，我一直在花钱寻找你的下落，可是帮我调查的人却说你已经去世了，我才……你听我说，后来我进了福利院，认识了子枫，我们互相帮助，一起创业。我以为我这辈子跟你都不会再有瓜葛了，直到我在钻石星辰号上遇到了小蕊。这么漂亮的姑娘去银行上班也太浪费了，我以为你是演员呢。你也太夸张了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换一杯新的。刚才那杯喝完了，我给你叫了一杯新的。啊，谢谢。干杯！干杯！别喝。下药了，你再骚扰他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谢谢你。你好，严远。朱继蕊。小蕊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可爱、最善良的人。我们两个一见钟情，我以为可以开始幸福的生活，可是直到我发现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从你的世界逃离了，你为什么要再一次出现，再次毁了我？你们遇到我，不能怪我呀。再说，她是你亲妹妹呀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？如果不是当初你抛弃了我，我怎么会以这种形式遇到小蕊？喂，朱小姐，请问严远在你旁边吗？没在啊。那您父亲呢？应该在屋里休息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请教他，麻烦您让他接一下电话好吗？爸，爸，哎，奇怪了，我爸没在。那他去哪儿了？他留下了一张明信片。这上面看着像是城东公园。这是我的开始，也是我的结束。小蕊，祝你幸福。这是严远留下来的。它上面的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所以你就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们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只不过想要一个道歉。你知道吗？从游轮旅行回来后，我发现总有一种黑鸟在我身边。我遇到了危险，它们就会出现保护我，而且我能控制它们。后来子枫也发现了我的不对劲，我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。子枫他决定帮我讨个公道，他假装绑架那些孩子，只不过是个幌子。目标一直是你的孙子，做了这么多，他就是想要看看。你到底是真的冷血，还只是对我冷血？朱春生，我只不过想听你跟朱伯言说一句对不起，我就会从你的生活里彻底消失。
我没想到。你是谁？我的妍妍在5岁的时候就死了。我高估你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别动！我当然记得妍妍。我几个孩子播种书记，就是让他们记着，他们曾经有个大哥叫朱伯言，你竟然用妍妍来污蔑我啊！你根本就不希望我存在，你毁了我，毁了小蕊，害死了子枫，我所有在乎的都失去了。住手！别过来！快过来救我！颜渊，你冷静一点，警察马上就要到了。颜渊，别做傻事。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，你不是真的坏人。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把你卷进来。我知道，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。如果这一套走下去，你就没法再回头。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和解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我不再有留恋。如果有另一个时空，希望我们的相遇不再是悲剧。嫣然，嫣然，嫣然。病人因为脑部缺氧时间过长，可能会一直是植物人的状态。或许颜远他不是醒不过来，他只是太累了，不想醒来。我陪着他，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。颜远还会醒过来吗？不知道。但是即便他醒过来，应该也没办法面对这一切吧。不管故事到底走向谁，不管角色是否无所谓，不管世界上下变怎样，不再躲藏，不再让空想彷徨。无论时空几度轮回，说定了在一起。人生是穿越时空的相遇，有时是突然淋的雨。拼命的奔跑，追赶多余的你，是宿命还是选择的结果？普鲁斯特如是说，人生的保护色是一株偶尔邂逅的花朵。哎，谭小姐，小华，你是来找于哥的吧？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对呀，你先进来坐会儿吧，没事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我先干活去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小华。嗯。矛盾的等待着，定义了时间守护你我。今晚有空吗？我在湖边等你。原来你特地约我来这儿，就是为了看烟花呀？好漂亮啊！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看烟花？因为烟花转瞬即逝啊，但是在一瞬间又可以灿烂动人。
藤角，谢谢你，能和你相遇，真的很幸福。你这话说的，好像要跟我告别一样。明天我就要离开大理了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跟你一起。是因为巫庙的事情吗？我可以跟你一起过去找凶手。这不是你该做的。我不光是为了找凶手，我还想找回我自己的记忆。这一年，我一直在寻找凶手。我已经失去了太多了，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，所以去过你的生活，当个开心的作家。来找你之前，我想了一晚上。不能再让你深陷其中了。所以这一切，你都已经想好了是吗？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面吗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你要保重。吴越，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再对我说的吗？走走停停是齿轮的决定，闪耀的大三角是夏夜星空的左边，开在一地的花朵让时间手足无措，指针停摆失去束缚，求着自由，开在他乡的花朵第一时间的远色，指针停摆失去方向，挥霍承诺，滴滴答滴答。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看烟花呢？因为烟花转瞬即逝，但是在一瞬间又可以灿烂动人。